小猫每天吃石头、喝脏水、啃草根，却把千辛万苦找来的肉留给了死去的妈妈。2010年，一只小猫的坚守看哭亿万网友。12分钟的纪录片完美诠释了一段母子情深的挚爱。时隔13年，那只小猫的后续终于来了。当时，一位热心的小哥在小巷里发现了这只守在母亲身边的小猫，他蹲守在一旁，眼神无助地看着躺在地上的母亲。为了唤醒妈妈，小猫一遍又一遍帮母亲舔舐着毛发。或许在他的认知里，妈妈只是睡着了。眼前的一幕让人感到无比心酸。一位居民说，小猫已经待在小巷里10多天的时间了。救援人员通过观察发现，母猫的身体早已干枯，看样子猫妈妈已经去世多日。可即便如此，它依旧守在巷子里，始终不肯离去。当夜幕降临后，小猫紧紧依偎在母亲身边，想要将自己微弱的体温分享给妈妈。可这样不分昼夜的守护却没能换来母亲的任何回应。无助的小猫只能在小巷深处哭泣。不久后，救援人员发现小猫走出了小巷。当人们找到它时，却惊讶地看见小猫正大口喝着地上的脏水。喝饱后，小猫又急匆匆返回了妈妈身边。也许只要待在妈妈身边，它就永远不会觉得自己是在流浪。直到深夜四周都安静下来时，饿了一天的小猫才敢出来寻找食物。跟随猫咪的足迹，大家在一处庭院里发现了它。而接下来的一幕却让人难以置信。躲在花坛中的小猫正大口吞咽着泥土，接着又艰难啃起了地上的树根。看小猫的样子，真的是饿坏了。就在这时，一位居民打开了房门，小猫惊慌失措地跑出了庭院。当救援队再次看见小猫时，它的嘴里叼着一块碎肉跑了回来，接着匆匆忙忙地赶回小巷中。它将好不容易找来的肉放到了母亲身边，而自己却舍不得去吃上一口。经过仔细观察，我们才看见猫妈妈的身体旁摆满了各种小猫叼回来的食物。原来它把能吃的食物全部留给了妈妈，而小猫自己却靠吃泥土和树根来充饥。看到这一幕的工作人员忍不住流下了感动的泪水。第二天，大家决定对小猫开展救援。见有人靠近小猫，显得异常害怕，接着它迅速从小巷里窜了出来。好在人们及时将它抓住了。在经过一番挣扎后，小猫最终被顺利救援。随后，医生开始对母猫的遗体进行处理。小猫的目光从始至终都没有离开过母亲。当猫妈妈被挪走的那一刻，小猫顿时大叫了起来。看到这一幕的大姐流下了感动的眼泪。即便她对母亲有着万般不舍，可今后小猫必须开始独立生活了。随后，猫咪被送往了宠物医院，医生准备为小猫进行检查，但来到陌生环境的它身体却一直在发抖，眼睛里也充满了恐惧。接着，兽医对猫妈妈的遗体进行检查，可结果却让工作人员感到震惊。原来猫妈妈的胃里装满了大量的塑料垃圾，医生表示这是导致母猫死亡的直接原因。而接下来小猫的检查报告也让所有人都惊呆了。根据 CT 显示，小猫的胃里堆满了泥土、石块和树根。除此之外，它的胃里没有任何正常的食物，因为在过去的半个月里，小猫把能吃的食物全部留给了妈妈。此时大家才明白为什么母猫的胃里全部都是塑料垃圾。猫妈妈把最好的食物都让给了小猫，而它自己却靠吃塑料垃圾来果腹。原来这是一份双向奔赴的爱，他们都选择将最好的留给了彼此。医生说，很难以科学的角度来解释小猫是如何活到现在的。在离别之际，工作人员准备让小猫与母亲做最后的告别。小猫撑着虚弱的身体，缓缓朝着妈妈靠近，它紧紧依偎在母亲身旁，最后一次感受着妈妈的温暖。当医生将它抱走后，小猫的目光依旧没有从母亲身上挪开，它的眼里充满了不舍。或许此时它也明白，以后再也见不到妈妈，哪怕是如此冰冷的怀抱，它也不愿离开。对于它来说，妈妈就是它的一切。小猫的事迹被上传到网络，很快就引起了广泛的关注。在经过层层筛选后，小猫最终被一对年轻的夫妻所领养。时隔13年，如今我们再次见到了它的模样，看得出如今的小猫过得十分幸福。女主人表示，这只小猫是她见过所有猫咪中最聪明也是最懂事的。她猜想可能与之前那段流浪的经历有关。现在猫咪已经13岁了，不过她的感人事迹却依然在广为流传。她与母亲彼此之间的相互付出与自我牺牲，或许便是对爱最完美的诠释。我想身在喵星的猫妈妈知道小猫过上了幸福的生活，她也一定会很开心吧。万物皆有灵性，愿每个生灵都能被尊重和善待。大叔抱起一只白鸟抛向空中，可没想到白鸟在天空盘旋一圈后又飞了回来。原本大叔想给它点食物，但白鸟竟直接朝他飞了过去，这可把大叔吓了一跳，马上拔腿就跑。但这只白鸟似乎并不打算离开，直接就飞到了大叔的肩膀上。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？原来这只奇怪的大鸟是一只野生麋鹿。不久前，他在一次外出时偶然发现了这只白鸟，当时的小麋鹿已经没了呼吸，见小家伙可怜，于是大叔便把它带回了家中进行救治，并且还为它取名为东来。为了让东来能尽早康复，大叔会把各种肉类混合搅碎，然后用勺子一点点进行投喂。在大叔日复一日的照顾下，小麋鹿很快就长大了。长大后的东来不仅拥有一双漂亮的大长腿，
而且还长了一身洁白的羽毛。在长时间的相处中，东来已经将大叔当成了自己的父亲。平时不管大叔走到哪里，东来都形影不离地跟在他的身后，就像是粘人的小孩子一样。对于这种情况，大叔也很无奈，他也没想到东来会如此依赖自己。但毕竟麋鹿属于野生动物，不同于宠物那样能听懂人类的语言，这就导致了他在家里比较随意，动不动就将粪便排在地板上。然而对于这种情况，大叔却显得格外包容，每回都不厌其烦地帮东来处理干净。可这边刚擦拭好，另一边又产生了新的，稍不留神，整个房间就布满了东来制造的垃圾。没办法，大叔只好拿起抹布一点点擦干净。毕竟小麋鹿是自己亲手养大的，也只能独自承受这一切。看见大叔的情绪有些失落，东来也知道自己又犯了错误，他围绕在大叔身边，不停地祈求原谅。此时大叔也明白，该是让东来回归大自然的时候。由于麋鹿从小被大叔照顾，现在的他几乎无法适应野外的生活。为了训练东来的捕食技能，大叔特意帮他建造了一个人工池塘，并且在里面放了一些小鱼，想以此让他学习捕猎的技巧。可半小时的时间过去了，东来竟然一条鱼也没有捕捉到。见此情况，大叔决定亲自帮东来示范。在他耐心的指引下，不久后，东来终于捕获了一条小鱼。在连续几日的训练后，东来已经熟练掌握了捕鱼的技巧。看到这一幕的大叔也很欣慰，接着他开始训练东来的飞行能力。大叔抱起麋鹿，将它抛向空中。第一次飞行的小麋鹿有些紧张，不过在调整好状态后，东来很快就飞向了远方。看着在天空翱翔的麋鹿，大叔也是感到无比开心。飞行一圈后，东来又飞了回来。几天后，大叔带上东来一起前往了麋鹿鸟的栖息地。他指着远处的小岛，告诉东来，那里才是你真正的家，你应该和自己的兄弟姐妹们生活在一起。看到远处的同类，东来缓缓朝着前方走去。可想到要离开大叔，他还是犹豫了。在思考片刻后，东来转过头看向大叔，他轻轻啄着大叔的手臂，仿佛在告诉大叔自己并不想离开。眼前的一幕让大叔不禁回想起了他与东来相处的美好时光，一种莫名的心酸突然涌上心头。原来动物和我们人类一样，也有着丰富的感情。看着自己养大的小麋鹿，大叔心里也是万分不舍。动物专家也被这份真情所感动，他建议可以先把东来送去动物园和同类生活一段时间，等完全适应后再让他返回大自然。就这样，东来被送进了动物园。刚来到陌生环境的他显得特别孤独，经常会独自跑到角落里发呆。因为在麋鹿鸟群中有着严格的等级制度，所以初来乍到的东来也会受到同类的排挤。每次只有等其他麋鹿鸟吃完，他才敢去捕食剩下的小鱼。当知道东来近些天的遭遇后，大叔立马就赶到了动物园。他很担心东来的身体情况。随着大叔轻声的呼唤，东来也缓缓把头转了过来。他高兴地奔向大叔，激动的喜悦之情溢于言表，仿佛是在和大叔诉说着多日的相思之苦。这或许便是人和动物之间最真挚的情感吧。你知道时日无多的狗狗会用怎样的方式和主人做最后的告别吗？这只名为小白的狗狗今年已经15岁了，相当于人类80多岁的高龄。年迈的它已经好几天没吃东西了，或许是知道自己剩下的日子不多，为了不让奶奶伤心，它最近总是偷偷地跑出家门，然后在一个空地上刨坑，或许是想安排好自己的长眠之所。奶奶发现了狗狗的异常变化，经常准备一些好吃的匍匐在地上，耐心哄着一旁的狗狗能开口吃饭，哪怕只吃一口也好。老人的付出小白都看在眼里，可身体的衰弱让他却无能为力。小白不忍看奶奶失望的神情，他独自来到海边，停在树下看着大海出神，也许是在回想着自己与主人相伴走过的岁月。邻居们说，奶奶年轻时是一名潜水爱好者，退休后经常带着狗狗到这片海域潜水。奶奶每回潜水时，小白都乖乖地在树下等着主人。后来小树也长成了大树，一年又一年地见证着小白与奶奶的温馨故事。如今奶奶和小白都老了，奶奶也很久没有再潜过水，而小白却依旧时常蹲在树下发呆，因为这里承载了他和奶奶最美好的回忆。奶奶担心狗狗长时间不吃东西，身体吃不消，于是便请来兽医来为小白做检查。然而结果却并不乐观，狗狗因为年龄太大，各项的身体机能也严重衰退。医生说狗狗已经时日无多，可老人却难以接受这个现实。吃饭时，奶奶想到小白还饿着肚子，心里很不是滋味。于是年过80的她做了一个大胆的决定，想到狗狗从小就喜欢吃海鲜，85岁的老人换上了那套多年未穿的潜水服，奶奶毅然潜到了海里，打算为小白打捞一顿可口的海鲜大餐。当狗狗看到奶奶满载收获回来时，脸上的喜悦溢于言表，仿佛这一刻那段逝去的青春岁月又回来了。奶奶把精心烹制的海鲜端到狗狗面前，小白拖着疲惫的身体走了过来。他知道不能辜负奶奶的一片心意，可当他勉强叼起一块肉时，肉还是掉在了地上。原来此时的他已经吃不下任何东西了。小白看着老人的眼神，仿佛是在表达由衷的歉意。奶奶把狗狗抱在怀里，低声安慰着。多年的相处让他们彼此有了形同家人的情感。
那些过往的美好记忆也写进了彼此的生命中。邻居们都是看着小白长大的，在得知狗狗的情况后，大家纷纷赶来安慰老人。奶奶说，狗狗这些年给独居的她带来很多心灵上的慰藉，她早已习惯了小白的存在。如果他哪天不在了，真不知道要怎么面对往后的日子。第二天，奶奶早早梳洗整理好，请来摄影师专门为她和小白记录最后的时刻。或许是为了让奶奶开心，狗狗的脸上竟然绽放出久违的笑容，像是要给奶奶留下她最可爱的一面。时光在此刻仿佛又回到了他们相识的那个夏天，美好的日子总是转瞬即逝。狗狗抬头望向天空，似乎感受到了离别的来临，它头也不回地走出了家门。然而这一次，它却再也没有回来过。都说我的正义，声色如泣，天各一方。